长官，刚收到来自外太空的不明讯息。愚蠢的地球人，给我听好了，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了。路西法大人，我们已经追踪到之前杀害波罗斯大人的地球人了，现在已经登陆在坐标上了，轻柔能量也预备好了。波罗斯，你的这个仇就由我来帮你报吧，然后这颗资源丰富的星球就是我的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喽，我是麒麟。已经杀人重制版已经在前2期更新至最新话，那么在等待漫画更新的同时，让我们先欣赏一下这位 P 站大佬优秀的同人作品吧。搞什么呀？又是太空船？上次不是收拾过了吗？我还要赶去超市特卖日呢。哦，已经到了。找到你了，奇遇。等我解决掉你替波罗斯报仇后，得到这个世界就易如反掌了。你突然冒出来在说些什么呀？难道又是和饿狼一样的怪人 cosplay？ 稍等一下，我放一下东西再教训你。竟敢把超市给……啊！忘了袋子里还有刚买的新鲜鸡蛋，这下可碰坏了不少。路西法可没有那么多耐心，一拳就抡了上去。本来还生了些好的，这下全坏了。感觉力量上好像不弱于之前的那个外星人呀。你是想被揍扁吗，丑八怪？哼，放马过来吧。刚说出口，他立马就后悔了，连续普通拳，一口老血喷出，他这下可算明白了，这等恐怖的怪力，全宇宙能挡下来的，恐怕就只有他和波罗斯了。当然，其他宇宙空间的强者应该也有能挡下的，但也绝不能全身而退。我这副身躯虽然还能承受住刚才的攻击，但这个地球人很显然并没有拿出真本事，看来有必要提前拿出王牌了。喂，如果你不打了的话，我就要走了，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呢。要是没有干劲的话，你是永远都不能成为强者的哦。好像说得太帅了。哈哈哈，有意思。奇遇，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吧。一直以来，我们的种族就在宇宙中吸收一种名为氢融合的能量，这种能量既能作为动力来源，也能摧毁一整个恒星。话音一落，路西法冲头顶的飞船嘶吼道：“快投下准备好的储备舱！”一会儿大冰箱砸了下来。奇遇，让我带你好好感受一下摧毁整个恒星的绝望力量吧。路西法将手插在大冰箱里，没一会儿，随着大冰箱的缩小，他的身躯越来越大，弄得奇遇也不得不开始仰视了。而另一边，龙卷和吹雪两姐妹正悠闲地逛着街呢。突然，不远处冒起的浓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赶紧赶了过去。而此刻，路西法已经吸收完了氢融合能量，身躯大了好几圈，但在龙卷眼里完全不是事儿。是吹雪和小鬼头吗？你们最好不要靠近哦，这家伙现在好像挺强的。不说还没事，这一说就挑起了龙卷的怒意，抬手就准备秒杀这怪物。但下一秒，一股恐怖的气息传来，龙卷瞬间意识到了不妙，但也来不及了。挥手就是毁灭性的力量，挺强的嘛。果然不愧是能摧毁恒星的力量，还好是被奇遇挡下了一大部分，但仅仅是余威就让两姐妹晕了过去。这种力量可不能让其肆意破坏。好吧，奇遇决定好好玩玩了。大块头，想打的话就跟我来吧。怎么了？不敢跟过来吗？哼，无所谓了，先打败了你，我再占领这颗星球，就让这片广阔的天际作为我们的战场吧。也行。那么，奇遇还想说些什么，却直接被路西法一套画风崩坏拳给打断了。这场神级之战算是正式展开了，但似乎路西法并不想浪费时间，抬手又是大招，聚集了全部能量，准备一波定胜负。本来能轻松躲开的奇遇，却瞅见身后正飞来一架客机，看来只能硬接下了。国际惯例，放波之前得先客套一通。随后，路西法向奇遇口述了这颗能量球有多恐怖，曾经将无数颗星球炸毁，就连波罗斯都要为此记他3分。所以，面对这样的力量，奇遇究竟该怎么接下来呢？听了一大堆废话，奇遇就不再啰嗦了，脸色严肃了起来。认真系列，认真合掌。这一巴掌的威力直冲云霄，将卫星都给轰碎了。至于那颗光球呢，早已经被一巴掌拍碎了。是打偏了吗？并没有打偏，只是范围比较小，并没有将路西法整个拍碎，反倒是激起了他的斗志。他好像提起精神了，真是元气满满的家伙呢。接着，路西法冲着飞船吼道：“将所有能量舱都拿出来，他需要更强的力量。”手下提醒了他，如果一次性吸收这么多能量的话，可能会当场暴毙。但此刻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下一刻，10架大冰箱从飞船上弹了出来，一声怒吼，路西法直接将所有能量吸收进体内。
半响后，他停止了抽搐，面部变成了恐怖的骷髅头。没有废话，他直接一拳抡向了祁煜，灭绝魔崩拳。祁煜一个闪躲躲开了这一击，却没想到让整个地球都被划上了一道裂痕，地表的房屋被掀飞了起来，祁煜正好落在上边，俯下身子，一个接力，认真殴打。你的确很强，但如果面对认真起来的我，你会害怕的。少虚张声势了，战斗还没有结束呢。两道能量波蕴含着恐怖的毁灭气息飞向了祁煜，但祁煜一眼便看出来了，这两波似乎还不如之前的呢。只见他抬手一脚，能量球嗖的一声飞往了宇宙。可突然间，一只巨手袭来，将他一把抓住。原来那两道能量波只是虚招，路西法真正的目的是想近身杀掉祁煜。哼，祁煜，想好遗言了吗？啊，看来脑子烧坏了呀。虽然你已经很强了，但想打败我的话，还差了一点哦。唉，人们总是热爱物质享受，却忘记自我的进步。我可是每天都在坚持锻炼，经历不断的磨练，才慢慢变强的。像你这样只会用外力增强力量的家伙是不行的。少啰嗦，你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啊？祁煜被一拳砸进了废墟里，但转眼间又爬了起来。闹剧也是时候结束了，那我们再稍微认真一些吧。喂，大块头，准备好了吗？面对这样的强敌，路西法已经没辙了，看来只能使用最后一招了。他抬头看向了天空，那是环绕着地球的卫星吗？相对于地球来说，已经不算小了。那就有最后的能量，把它送来给你做鉴别礼物吧，祁煜。在人类已知的研究中，月球和地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月球的引力会影响造成地球海洋的潮汐和每一天的时间延长。若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有所改变，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生态灾难。而路西法此刻便是想将月球整个给拖过来。魔崩引力，一股惊人的拉扯力冲上云霄，头顶上的月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。哈哈，和地球一同陪葬吧，祁煜。必杀，认真系列，认真竭力殴打。果然还是赢不了吗？在这个宇宙里，我本以为已经领悟了一切。祁煜，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今后又将往哪里去呢？算了，反正都结束了。你实在太强了。长官，收到最新消息，灾区中心地带的飞船发生自爆，敌人已经被消灭了。虽然战力的龙卷还没有传回消息，但现场也只有他能办到了。太好了，不愧是我们的王牌。今天的运动量挺多的呀，回去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啊。老师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刚刚这里的巨大能量波动，我便知道肯定是老师了。比起这个，杰诺斯，你先帮我把这两姐妹送回去吧，我还要赶去附近的超市买点东西呢。好的，老师。我怎么觉得月亮好像变大了很多呀？好了，到这里《一拳超人之决战神级外星人》第一篇就结束了。虽然整体看画风并没有村田老师的重制版那么精炼，故事性也没有万老师的原作版那么精彩，但整体看下来也算是一部少有的同人佳作了。尤其是其中刻画的反派都是些神级甚至神级以上的怪物，总是一句话，爽就完事儿了啊！你说哪里有神级以上的呀？别急，下篇将会有新的人物登场，外星英雄豹女，以及在原作中多次出现的神明，甚至更有凌驾于万物众生的无上神。这些反派要是和祁煜打起来，这光想想就太爽了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秦，我们下次见。